这期视频需要你静下心来，反复的去观看，因为我会带大家用全新的视角去看到关系的本质，完成心灵上的成长。情感关系是看到当下的自己，亲子关系是看见童年的自己，人际关系是看到未来的自己，爱情是潜意识的自己最真实的呈现。很多人问过我什么是成功的感情，就成功的感情它不一定是白头偕老，也不一定是取得一个好的结果。谈恋爱最浪漫的事情就是透过了一段恋爱对自己多了一些了解。比如为什么有很多人稀里糊涂的就进入了一份感情，是因为他没有想明白自己到底要什么，也不知道怎么样去弄明白自己要什么。在这里我可以分享一个在我直播课上讲过的一个训练方法，思考2个问题。想一想自己在恋爱当中你最能感受到被爱最幸福的时候是什么时候。第二，你最常抱怨你另一半怎么样。你们可以打在评论区让我看大家的答案。比如说我一直都以为我喜欢的是事业型的女人，但其实真正让我感受到爱的时候，是我有的时候加班忙完回家，她跟我说我给你炖了汤放在桌上，回来你记得吃了。我感受到最幸福的时候就是她把家里面收拾得很干净我也会参与收拾的这个过程。2个人放假的时候就在家里边待着，看看电影，吃零食，聊聊天。我经常抱怨指责对方的地方就在于我不喜欢去处理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比如说你非得让我去做很多的家务，你非得让我去学会某一项生活技能，因为我自己本身是一个生活白痴。所以我曾经一直以为我欣赏的是事业型的女生，但是发现我跟事业型的女生在一起的时候，我的幸福感并不强。跟这种贤惠型的生活气息很浓的能够给我提供生活价值的人在一起，我觉得反而幸福指数幸福感会更强。所以当你想明白这2个问题的时候，你的爱人到底长什么样子其实会越来越清晰。高富帅谁都喜欢，看硬件条件谁都会欣赏，但是他未必是真正可以让你感受到幸福的人。还有很多人为什么老在感情当中受伤，是因为没有找到自己恋爱的姿势。学别人说话的方式，学别人对待男朋友的方式，只会让你离真实的自己越来越远。那怎么样去找到自己的恋爱方式呢？同样的，想2个问题。一，你谈过最成功的恋爱，你是什么样的心态？你是什么样的状态？你在做什么？第二是谈过最失败的恋爱，你是什么样的心态？你是什么样的状态？你在做什么？比如说我谈过最成功的一段恋爱，我当时的心态就是无所谓，顺其自然，我对结果没有执念。我当时的状态可能是自信的，是积极的，我不会把这个男人当生活的全部。我该工作我认真工作，我该健身我认认真真健身，我该跟闺蜜社交我跟闺蜜社交。当时跟她相处的时候，可能我会对她提供情绪价值我愿意跟她去分享，我也愿意给她制造一些惊喜，给她制造一些付出。那再去想一想你自己谈过最失败的一段恋爱，可能在心态上你是对结果很有执念的，可能你当下的状态是在事业的低谷期、迷茫期，你没有自己的生活，可能你工作3心2意，你也不再去健身房了，你也不会再跟闺蜜社交了，你把所有生活的重心都放在她身上。可能当时你在做的不是跟她开开心心的去分享你的日常，分享你的情绪，可能你也不会再给她去制造一些惊喜和浪漫，去跟她心平气和的沟通和交流，可能更多的你做的是指责、抱怨、试探。所以拿成功的感情和失败的感情进行对比，你就知道你做对了什么，你做错了什么，你就可以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恋爱方式。所以你找对了自己的恋爱方式，重复成功的行为，你才能够变得更加的轻盈，更加的自如，你才不会在感情当中迷失自己，成为别人的客体。而亲子关系它本身是一种投射，其实孩子就是妈妈的镜子，你怎么样去对孩子，就代表着那一部分是你的创伤。对孩子的教育本身就是一种自我的疗愈，也是课题的分离。最好的教育就是言传身教，
如果一个妈妈有一天对孩子有了敬畏之心，把孩子的课题交还给了他，允许孩子做自己，某种程度上来说，也允许了自己做自己。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要做自己，能够做到知行合一的最好的方式就是你先得允许别人成为别人。那在人际关系上，与谁同行比去哪里会更重要。你身边的圈子就是你的能量场，就是你的生命状态，就是你的价值观。你能通过人际关系看到未来的自己，你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你想干成一件什么样的事，你想过上一种怎样的生活，你想要更清楚地知道你自己未来人生的方向，你一定是先看到了一个理想当中的自己。所以想要完成心灵成长，想要提升自己的内核，不是一切向内求，我们也是需要外部给予我们力量。当我们能够找到一群能量比我们高，并且我们价值观相同的人一起前行的时候，你才有可能无限的去接近你想要成为的那个理想当中的自己，走进一个适合自己的圈子，才能够真正意义上的去滋养自己。所以深入关系才能穿越关系，深入情感才能超越情感。关系它本身就是一场修行，它可以分析出一个人的匮乏。我们可以在关系当中看见自己，接纳自己，并且完善自己和成就自己。所谓的成长，并不是要去鼓励大家孤独，去独处，然后让自己变得封闭。真正的成长是过去的自己和现在的自己，以及未来的自己连接的过程。这就是成长。